世界上只有一种病，就是穷病。这是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中的一句台词，却道出了现实生活的本质。电影中的大多数人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，就是为了让儿女家人过上舒服的日子，但到头来身体垮了，钱也没了，存了一辈子的钱，自己也没享受多少。很多人都想赚大钱，幻想着成为亿万富翁，但那终究是幻想而已。现实会把大多数人变成茫茫人海中的一员。这个世上从不缺的就是穷人，但穷人变成富人的例子却不多。而稻盛和夫是由穷转富的典范。稻盛和夫生于日本鹿儿岛县，他从小家庭条件不好，12岁时患有肺结核，读书也一般般。好不容易考入一所当地的大学，出来后还遭遇着找不到工作的困境。曾经的稻盛和夫也是千千万万中穷人的其中一个，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，却成为后来享誉世界的经营之圣，成就了3家世界500强企业，身价上千亿。稻盛和夫的成功或许是个个例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。他曾多次强调，得失是相辅相成的，财运到来前，往往先失去4样东西。当你听过之后，你或许会感叹，我知道的太晚了。1. 失去暴脾气，强者懂得隐忍。一个人可以有脾气，但不要让脾气超过了自己的能力。发脾气是本能，控制脾气是本事。我们在工作中和家人相处中，经常会发现一种现象：当你因为一点小事拔高了喉咙，怒目圆睁的时候，事情往往会变了味。本来一下可以解决事，一下变成了态度问题；3分钟可以说明白的事，变成了20分钟的唇枪舌战，甚至可能动手。因为你的脾气把对方的脾气也激发了出来。2个靠着本能在吵架的人，脾气大的人往往会失去对自己的掌控力，而控制不住脾气的人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。生气发怒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反而会将事情推向更糟糕的局面。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最近生气的经历，如果当时你能走开，等冷静了再处理，会不会结果会变好很多？久而久之，你就会慢慢养成一个习惯，一旦脾气上来的时候，就先回避一阵。隐忍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力量，它是一种能够超越自我、理解和包容他人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可以让你在人生中更上一层楼。2. 失去依靠，强者自我强大。稻盛和夫曾经提过建议，如果现在的你努力了很久都无法出成绩，始终被局限在一个地方，那就远离现在的一切，朋友、生活圈、城市。只有当你跳出原来的圈子，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。大家或许想到了，那些在企业里做了很久的员工，每天敲敲打打，升职无望，但求无过。他在这个舒适圈里，永远都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，也不会去反思或者去进取。等企业重组了，等裁员了，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已经落后于整个时代了。而相反的，稻盛和夫就建议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止步不前很久了，那不如离开自己的舒适圈，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环境，挑战一下自己。诚然，成功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但是如果你要成功，光靠别人、靠环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得逼着自己去不断完善自己，而和你一样优秀的人才会慢慢向你靠拢过来。你和他们一起，才能在事业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在科技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例子，那就是 WhatsApp 的创始人 Brian Acton。在创建 WhatsApp 之前， Brian Acton 曾在 Yahoo 工作了11年，之后他决定寻找新的机遇。他走出了他的舒适圈，和他的合作伙伴 Young Kong 共同创建了 WhatsApp。 而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， WhatsApp 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通讯应用之一。到2014年，Facebook 以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WhatsApp， 这也成为科技史上最大的收购之一。Brian Acton 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显示了当你勇于跳出舒适区，当你勇于放弃现有的依靠时，你可以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，一个充满无限可能和机遇的世界。3. 失去抱怨，强者面不改色。每个人身边
几乎都会有喜欢抱怨的人的存在，一遇到困难就不停地向你倾诉。你也应该会发现，无论你给他什么样的建议，他都不会去听。他讲完了，开心了，过几天又会来一遍。稻盛和夫也曾经很喜欢抱怨，抱怨为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，抱怨自己时运不济，抱怨自己没有一个好的条件。但最后他渐渐明白，抱怨不但不会解决问题，反而让情况越来越糟糕，更会影响自己的状态。一个真正的强者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提升自己，而不是花时间在抱怨上。这种正面的人生态度让他在逆境中乘风破浪，最终迈向成功。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，两个秀才进城考试，路过一伙人抬着一个棺材，其中一个秀才抱怨道：“真倒霉，路上碰到个棺材，考试肯定不顺。”而另外一个秀才则说道：“棺材棺材，升官发财，我考试一定高中。”由此可见，一个抱怨一切的态度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无论碰到什么事，都好好想一想，我能做什么，我能改变什么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，而我又能从中学到什么。没有时间学习，你可以利用破碎时间；没有钱投资，但这并不妨碍你学习别人成功的投资经验。老板同事处处都排挤你，你可以趁机学会很多待人处事的方法。古人常说，弱者抱怨，强者不言，智者改变。一个人如果经常抱怨、发牢骚、怨天尤人，却从不反思自己，迟早会迎来失败。而生活中的强者遇到困难，他会尽力思索，逆流而上；而智者会改变思维，另辟蹊径。你想做哪一种人呢？4. 失去鲁莽，强者三思而后行。让我们回顾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，当时市场一片恐慌，巴菲特没有急于卖掉他的股票或做出任何鲁莽的决定，相反，他冷静地分析了市场的状况，并仔细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。在很多人都在卖掉他们的资产的时候，他选择购买了更多的股票，包括投资了高盛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公司。这些决定不仅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，而且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在做任何决策之前，都会三思而后行，确保他们的决定是基于理智和深思熟虑的分析，而不是基于情绪或冲动。三思而后行不等于只想不做，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和理智的思考过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。它鼓励我们不仅仅是考虑所有的可能性，而且还要有勇气和决心去执行我们的决定。如果你实在想不清楚，可以采取一些试错的方法。比如说，当你想创业但又害怕失败时，你可以先从一个小规模的项目开始，这样即使失败了，你也不会失去太多。或者，当你想换一份工作但又不确定新工作是否适合你时，你可以先做一些相关的兼职或者实习，来了解这份工作是否真的适合你。透过这样的试错方法，你可以在不承担太大风险的情况下，探索新的可能性和机会。这不仅可以帮你避免做出鲁莽的决定，而且还可以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路径和方向。谢谢你的观看，如果你觉得有启发，请点赞订阅。最后，稻盛和夫说，人生只是一场单程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向前，控制你的暴脾气，跳出你的舒适圈，少抱怨，多思考，能让你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光明。